有一次，我回了娘家，但是没跟他打招呼，就在娘家住了一晚上。回来以后，他说，既然嫁到了夫家，就不能在外面过夜。那第二次，是我刚生完劲草，那时候孩子小，我给他喂奶呢，喂了急了点儿，就呛着了，他就吐了。他说带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再后来就是有一次，我们带着劲草回我公公婆婆家，那个时候劲草已经上小学了，那时候是孩子最淘气的时候，他淘气我就说了他，但我婆婆不干，她就护着孙子嘛。当时我也年轻，我就回了句嘴，她说一个女人做了媳妇儿，不能这么跟婆婆说话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是当事人的儿子在初中住校期间，被告说要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，要减少他的生活费，免得他吃零食浪费。我的当事人看见孩子日渐消瘦，因为心疼孩子，就偷偷地给孩子送去了吃的，以及送去了钱。结果被被告发现后，他骂我的当事人溺爱孩子，说惯子如杀子。我的当事人反驳说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让他吃不饱饭呢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呢？被告气急败坏的踹了当事人一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在被告与当事人长达36年的婚姻当中，我的当事人因为想要维系家庭和睦，保护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期望着被告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，有所改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当了爷爷的被告，竟然变本加厉的，当着儿子与儿子前妻的面，公然对我的当事人施暴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本庭认为，由于被告的恶劣行径，他与原告的婚姻难以维系，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。为了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，我建议被告接受调解，接受原告的诉求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婚姻不是儿戏，谁家没有矛盾啊？少碰碗碗碰锅，这不正常吗？别因为一点破事闹离婚，这社会不就乱了？张山亚也跟着学，我不惯着。是，以前我是打过他，你们该拘拘，该判判，我认。但是我不同意离婚。被告请注意，现在是原告起诉要求离婚，如本庭认为原告理由充分合理，即使你不同意，本庭也可以依法判决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你们硬判离也行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好好的一个家，让你们给拆了；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。既然如此，想走的我不拦着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你别从朱家这个门出去了，又把朱家的房带走，不行。阿姨，一般第一次开庭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但是只要我们明确表达了我们的诉求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知道。儿子，妈给你丢人了。对不起，妈。这么多年，
我只在乎我那个小家庭，从来都没有真的关心过你。我不知道原来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吃了那么多苦。儿子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你们一家三口好好的，你们能过好你们的小日子，妈就是吃再多的苦，受再多的委屈，妈都觉得值。道歉，给我妈道歉。我要是不呢？儿子，你让开吧，他是你爸。道歉。想打老子？打吧，告都告了，不差那一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妈都听你的。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离婚，就当这辈子还做过一件好事。哎，金草，这是法院，注意一下。走走走，那我们走。在法庭上我说过，这儿的房子是我的，上海的房子也是我的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要从这儿出去，你还真没地儿住。所以说啊，离婚以后啊，你还可以住这儿。我住大屋，你住小屋。那我住小屋，你住大屋。不用。你呀，又逞能。实在不行，我搬出去了，租个地方，你住这儿。这是咱们家所有的存款，我都给他取出来了。这个2个折子都空了，没用了。一共是73651。这个7万啊，你拿着。这3000块钱，我拿着。这婚都要离了，账得算清楚啊。我不要。你看你又逞能。你说你一个幼儿园的退休阿姨，1个月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，你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有这7万块钱垫底儿。有个什么事儿的，你也不用老去麻烦你儿子了呀。那你就剩3000了，你怎么过呀？你不用管我，我是机械厂宣传科长退休，我退休金3000，不到4000块钱吧？你能和我比呀？快，拿着。快！
账算清楚了，有几句话我还想和你磨叨磨叨。张山呀，咱们两个生活了36年，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包括这次为什么和我离婚，是奔着什么回来的，我心里也清楚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家，只要我不死，我说了算。你的那点小心思啊，甭想。你说完了吗？算是完了。张山呀，你要是没什么话说，我得收拾东西了。晋草马上就回来。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22点52分，你父亲走了。节哀。妈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